关注全球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最近这段时间呢，这个中美之间摩擦加剧有很多人都担心美国呢会对这个香港乃至于咱们全中国要中断这个 SWIFT 结算系统，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通道认为这样的话呢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其实前面我也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对这个 SWIFT 系统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非常担心也有不少朋友给我私信，就希望呢我能够详细讲一下这个 SWIFT 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如果万一美国真的切断了咱们中国的国际清算，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应对措施其实说句实在话这个国际结算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业务，你别说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搞不懂就算是银行内部也很少有人熟悉这项业务，因为这种业务呢它都是由各大银行总行的一小部分人在操作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钱道今天呢就争取我们用尽量短的篇幅尽量少的这种专业术语，能够让每个朋友都能弄懂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国际支付结算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大家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支付结算它一定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它是跟贸易往来息息相关的。我们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支付结算就是张三把钱给李四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张三李四之间你要想产生支付结算，那李四他就得给张三提供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或者这两个人之间他要存在某种借贷关系，你有贸易往来那才会有经济关系嘛。也就是说贸易往来是因，支付结算才是果。美国如果说要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通道，那不就是等于切断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了吗？这个有可能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虽然现在中美在打贸易战，但是那仅仅也是只局限在税收方面并不是说完全切断了贸易往来。每年这美国从中国进口数以万亿计的廉价商品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元，美国现在为什么货币超发，但是国内却是低通胀那是因为这个钱都跑到国外来了大多数都跑到中国来了。你看咱们中国这么多年的房价上涨，就是多年的贸易顺差的结果。你要想把中国剔除出这个国际结算体系那得先切断中美的贸易往来你把中美贸易往来切断了，那美国那么多的资本家是吧，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那你还要不要考虑了？美国这么多年靠印了一张纸换来了美国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体面生活，你还能维持得下去吗？如果说把中国剔除出国际结算体系，那超发的美元那就会回流美国了，那就会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那美国的民生怎么办？我想这个锅你不说川普，哪一届美国政府都不会背的所以这个其实咱们中国跟这个世界经济瓜葛是非常深的，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的。比如这个世界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有7个就在咱们中国。你比如上海港它是占第1名的，深圳港全世界第3，宁波舟山港全世界第4，香港港是第5广州港是第7，青岛港第8，天津港第10。只要这个美中两国继续保持贸易往来，那美国跟中国之间那就肯定会存在的支付结算的业务那既然是存在支付结算的业务，那就需要用到某一个结算货币了。那你在保持贸易往来的情况之下，你切断美元支付通道，难不成以后这个中美贸易改用人民币来结算吗？美国他愿意把美元这个地位让给人民币吗？这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第二个呢，咱们详细来了解一下美元支付体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 SWIFT
中文名字呢叫做国际金融电信学会，总部是设在比利时啊，是国际银行同业之间的一个国际合作组织，它并不是一个政府组织。我们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协会嘛。这个组织呢是给全球银行提供通讯系统，它并不是结算系统啊，它只是一个通讯系统。我们打个比方啊，咱们可以把这个 SWIFT 啊当做就专门给银行用的微信。每个银行啊它都有自己的微信号，就是那个 SWIFT 的编码。银行在微信上它要沟通交易信息啊，比如说这个美国花旗银行，它通过这个 SWIFT， 它告诉这个中国银行啊，我今天会转多少钱给你，那么中国银行就要答复这个花旗银行啊，我收到没有，是吧？但是它不在这个微信上去进行交易。SWIFT 它不是只为美元服务的，它上传的这个信息涵盖美元啊、欧元啊、日元、加元啊，包括那个澳元啊，这样一些主流货币，也包括咱们人民币。可见这个 SWIFT 它是国际金融体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其实就是一个通讯工具啊，每个银行都离不开它。SWIFT 上面只传递信息，如果说要资金划拨，那就要用到支付清算系统。比如在美国啊，所有的资金清算需要通过 CHIPS 系统啊 ，CHIPS 系统中文名字叫做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它是由一个私人公司经营的啊，银行间的资金往来十分的复杂啊，就需要通过 CHIPS 进行一个净额的清算。大家都知道，这个银行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嘛，啊，比如你某一天你计算下来 ，A 银行呢要向这个 B 银行支付1亿美元，这个 B 银行得向这个 A 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那么银行下班以后，这个 CHIPS 系统就会把两家银行这个支付金额，它要嘎账啊，要嘎这个金额差。那么这两家银行之间的话呢，嘎出来以后，也就5000万的这样一个金额差嘛，所以的话呢，只需要发一笔交易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这个 A 银行向这个 B 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那就行了。这个过程就叫做什么？净额清算。清算过程当中呢，就会涉及到的这个银行的数量啊，会非常的多啊，所以每天的净额清算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啊，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啊。这个 CHIPS 系统呢，还需要跟美联储的 FedWire 系统要连接啊。银行啊，在美联储它要开立一个存款准备金账户，每天这个根据 CHIPS 系统的清算结果 ，FedWire 系统就会调整各个银行的准备金账户金额啊。假设有一家银行这个准备金的余额它低于法定要求，那么当天的话就要在同业这个市场上去拆借啊，借钱，就是以这个美国联邦基准利率啊，然后借款。假设借不到钱，那就要向这个美联储申请呢再贴现。那么这个利率的话呢，啊，基准利率啊，就要比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借的利率还要高1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谈到的所谓的美元支付结算体系，实际上是3个啊，一个是 SWIFT， 一个是 CHIPS， 一个是 FedWire 啊，这3者共同组成了美元的支付结算体系。这就是啊某一种货币国际支付结算体系的一个标准模板。这个国际支付结算体系呢，其实就是分为一个就是国际社会共有的 SWIFT， 再有呢就是各个国家主导的啊本国的货币清算体系。比如咱们中国啊有一个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就是由 SWIFT 加上咱们中国的 CIPS 啊，这个 CIPS 呢就类似于美元的 CHIPS 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还有一个 NAPS 啊，这个 NAPS 呢也相当于美联储的这个 FedWire， 那就构成了人民币的支付结算体系。那么大家了解了整个的这样一个支付结算体系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美国它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切断中国的美元支付通道呢？
美国确实让这个 SWIFT 啊把伊朗跟朝鲜都封号，这是事实啊。但是这个呢，也只是这个一揽子制裁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你能够这么操作的前提是什么？是这两个国家它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体量，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所以美国呢才可以呢在中断贸易往来的基础之上，来中断两国的美元支付体系。你要中断跟中国的这样一个，那难度太大了。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发生冲突，当时美国跟欧盟同时施压 SWIFT 结算系统，但是人家也没有说采取行动啊，把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了。原因很简单，俄罗斯的 GDP 世界第12位，你要制裁俄罗斯，那就会让这个 SWIFT 服务的国际金融机构利益受损了啊。但是呢，因为这个俄罗斯啊上了美国的黑名单，所有针对俄罗斯的国际汇款都需要汇款银行层层报备，基本上呢是把这个汇款方和接收方以及汇款目的啊查了一个底儿朝天。正常国家 SWIFT 汇款大概是3到5天，但俄罗斯呢是需要1个多月。但即使是这样，并没有把俄罗斯剔除出 SWIFT 系统。现在假设美国要中断这个跟中国的贸易往来啊，要求 SWIFT 把中国封号，那大家觉得 SWIFT 会听美国的吗？中国可是第2大经济体啊，肯定是不会的啊，因为 SWIFT 它是服务于全球银行业的啊，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国家仍然需要跟中国保持贸易往来。你就算你美国不跟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其他国家也要跟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啊。但是美国能做的是什么呢？是让它的 CHIPS 系统不受理中资银行的业务，让我们没有办法用美元交易，这个是可以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其实咱们中国有很多的选择方法啊，比如第一种啊，咱们可以改用欧元进行支付结算的，因为这个 SWIFT 系统它并不是仅仅只为美元结算的啊。刚才我们都说了啊，欧元呢啊，日元呢，澳元呢，包括人民币，它都是提供支付结算的。第二种呢，咱们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结算系统之上增加美元清算功能，建立一个新的跨境美元结算体系。第三种，我们还可以在我们的系统之上借机就可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当然呢，这3种选择还可以并行啊，一起来。看到这儿，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啊，只要我们保持跟全世界的贸易往来，那美国它单方面的制裁根本就是行不通的，反而有可能会对咱们国家有利。另外啊，如果说咱们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又推出了，那就可以把 SWIFT 也能摆脱得掉，建立一个完全中国自主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体系。当然这个呢还是需要时间来完善的。最后呢，咱们总结一下啊，其实这个所谓的支付结算，它跟贸易往来那是密不可分的啊。只要咱们国家保持跟世界的贸易往来，那任何人都不可能中断跟中国的支付结算通道。另外呢，它就算是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这个 CHIPS 结算系统，它不给中国用了，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是有很多的应对措施的。我们可以用欧元支付啊，也可以建立新的美元支付体系，或者直接推进咱们的人民币国际化。而且啊，咱们中国啊，已经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所以啊，就算是美国啊，最后比如说切断跟中国的所谓的国际清算系统啊，或者跟中国全面脱钩了，那对中国的影响那也是有限的。好的，感谢收看我的节目，朋友们再见。